今天這個視頻，我們會去2家米其林餐廳來吃一下淮揚菜和潮汕菜，看看哪一家味道更好。晴天霹靂！嗨，今天來吃國宴同款的淮揚菜。路上看到一對新人在拍婚紗照。餐前小食先上啦，小魚乾、花生米和辣椒圈。這看起來其貌不揚的橘子是廣西的蜜橘，據說很甜，試試看。他們這邊的服務員好貼心啊！我剛剛進來坐下的時候稍微有點熱，就擦了下汗。我什麼也沒有說，然後服務員就看到了，拿過來了一個小婚紗。Oh, so sweet！ 上涼菜啦，從左到右依次是獨蒜、鮮貝、三文魚籽、醋汁田七苗配鮮核桃、揚州醬燻魚。下面一整片圓的應該就是切成片的大蒜。鮮貝又稱帶子，是貝殼類動物裡面就掏出來那一小塊圓的，吃到嘴巴裡面的口感是鮮甜的，再加上它還有三文魚籽嘛，然後魚籽一吃進去是爆浆的。這個獨蒜口感很有特點，它沒有我想的那種大蒜的辛辣口味，就很溫和。醋汁田七苗配鮮核桃，它這個鮮核桃就是青皮核桃，沒有乾燥處理過。我單從核桃肉看，沒有看出來它和那種乾核桃有什麼區別。田七苗本身就有一點苦的，然後是有一點清熱的作用。這道菜有點藥食同源的那種感覺。我原來擔心這道菜還會有點苦，但是剛剛吃到嘴巴裡面就覺得比我想的更能接受，然後很清爽。試試看這個醬燻魚。燻魚其實上海菜裡面也有。這個魚它是先醃製，然後再油炸，然後再浸到特制的醬汁裡面，入口外表非常的酥脆，裡面的肉又是很嫩的，很入味，偏上海的這種鹹甜口，我個人是很喜歡。這道菜叫做明月雪蓉老雞湯。這道菜就是淮揚菜裡面非常考驗刀工。明月呢是指這個有點透明的蛋，然後雪蓉就是一塊豆腐，把它切得非常非常細，然後又沒有切斷，像雪花一樣就飄在這個湯裡面，有點像是那種文思豆腐。湯底就是老母雞燉的雞湯，它非常的清澈，從視覺上來說真的非常享受。哎，你們這個蛋是什麼蛋啊？鴿子蛋。哦，它有點透明的那種。对对，它是鴿子蛋，是越新鮮越透明。哦，好的好的。這邊先來說一下淮揚菜為什麼會成為國宴的主角。所謂國宴，就是國家領導人在接待外國來賓或者是特別重要的人物的時候所吃的飯，就是簡稱國宴。那中國有8大菜系，為什麼淮揚菜成為了國宴的主角呢？其實有幾個原因。首先呢，國宴的餐標它都是有限制的，就不能夠吃得很貴。那淮揚菜裡面像是豆腐啊，就是雞肉，在價格上都比較親民。另外呢，就是國宴它飲食比較清淡，比較健康。對於外賓來說，他們對國宴的接受度也會比較高。如果是吃得太辣，就是滿嘴蒜味的在那邊議論國家大事，感覺也會有點奇怪。第3點呢，是淮揚菜它以刀工聞名，可以展現食不厭精的中華文化。明月雪蓉老雞湯就和國宴裡面的有一個文思豆腐吧，會有點相似。嗨，我是 Daisy， 如果你也喜歡這個視頻，歡迎點讚訂閱哦，這是對我最大的鼓勵，謝謝。這個餐廳坐落在外灘這邊，窗外的景色很像是那種外灘園，或者說萬國建築群那種感覺。下一道菜是拆燴魚頭佛跳牆。拆燴魚頭呢是經典的淮揚菜，佛跳牆呢是經典的國宴菜。然後這道菜不管是聽名字還是看起來，都像是一道非常非常創新的大菜。拆燴魚頭在做法上呢是把用魚頭煮熟之後，把魚頭上全部的骨頭和魚刺都剔除出來，然後再保持魚頭的完整，口感會非常非常的鮮美。佛跳牆呢是一道非常有名的福建菜，它就是用鮑魚、花椒、海參等很多種珍貴的食材，加入高湯和紹興老酒之後燉煮，然後又花很長的時間來進行煨製，湯汁濃郁，營養豐富。因為是現做的嘛，所以等了稍微有一會兒。這道菜的營養價值真的很高，有魚頭，有海參，還有鮑魚，然後它葷醋搭配還加了一點花椰菜。
然後它上面還有一小塊魚皮，非常 Q 彈滑嫩，一點也不腥。這個魚頭真的是做得好棒，就一點刺都沒有，然後非常入味，又加上佛跳牆的汁，就很鮮 Q 彈的海參。首先，它這個海參非常入味，其次，我感覺和軟糯比起來，它在質感上會更加 Q 彈一點。它這邊一個鮑魚已經幫你切成2份了。米飯把湯汁全部都吸飽了，就入口有滿滿的鮮味。這道菜我給10分好評。茄汁明蝦球來啦！它這個蝦肉做的特別 Q 彈，然後又很鮮。茄汁是酸甜口的，整道菜搭配起來就很平衡。紅燒肉來啦！紅燒肉是一定要拌着大米飯吃才爽。紅燒肉是這家店的招牌，它的肉選用的特別好，肥肉一口咬進去就是化開來了，瘦肉它一點都不柴，做的非常入味。紅燒肉其實在上海的本幫菜裡面也能看到，東坡肉吧，都做法差不多，是鹹甜口的，湯汁再拌上白米飯，非常非常爽。安吉山泉水時蔬，剛剛服務員介紹這道菜的特點是除了鹽之外沒有加其他的調料，然後它的亮點呢就是這個泉水，因為安吉是以出產白茶和清澈的山泉水出名的。那來看一下這樣子的山泉水配上蔬菜，吃起來是什麼味道？這個菜入口就好軟好軟啊，然後山泉水它有一點點甜味在裡面，我竟然能從這道菜裡面吃出一點點鮮味，就食物的本味還是很奇妙的。它這個青菜已經被煮得很軟了，然後除了之前提到的那個味道之外，我第2口就能夠吃到青菜清新的味道在裡面，就很奇妙。喝了一口這個山泉水，會有一種很清爽的一種鮮味在裡面，就感覺這道菜很不一樣。我是第一次吃，從做法上來說如此純粹的蔬菜，觉得这道菜非常棒。江南飲食它本來就是追求清淡本真的嘛，我覺得這道菜真的是體現到了極致。青菜已經徹底被吃光了，蝦子陽春麵隆重登場。陽春麵呢是蘇州麵點的代表，然後剛剛服務員跟我說，他們這個麵是用來自澳大利亞的小麥製作的，然後上面還放了蝦，入口就是感覺到那個陽春麵它非常細的質感，然後還有蝦子的一種鮮味，我吃起來它裡面還放了一點白胡椒來提鮮。我把麵全部吃完了，然後它這裡面現在回味會有一點白胡椒的辣味在裡面。陳皮紅豆沙來啦！雖然這道菜其貌不揚，但是它大有來頭。1972年尼克松訪華的時候，這道菜就是被端上國宴的甜品。陳皮一般要陳化3年之後才能達到基本的要求，陳化年份越久，它的營養價值越高，藥效也更好。那這道菜的名字叫做10年陳皮紅豆沙。經過10年陳化的陳皮，它的價值就更高了。陳皮它會有助消化、理氣健脾的功效，然後尤其是吃完了這一整道菜之後上來的陳皮，它裡面還加了一些芝麻餡的小湯圓。我吃紅豆沙的時候，它會有一點陳皮的回甘在裡面啊，然後再吃這個小湯圓。這個小湯圓我把它咬開來之後，裡面又是芝麻的香會爆出來，就整道菜從口感和香味上來說非常有層次。嗨，我已經吃完飯出來啦。剛剛出來的時候，他們服務員在店門口對我說：“祝你今天心情愉快。”我到現在心裡頭都暖洋洋的。這個服務很可以。今天這一頓飯一共吃下來是360多塊錢，我個人覺得性價比還是比較高的，因為它畢竟裡面的那些佛跳牆的用料都很貴。然後讓我印象最深的有2個菜，一個是佛跳牆，一個是它泉水煮時蔬。我也從來沒有想到過，在一個米其林套餐裡面，讓我印象最深的菜裡面竟然還包括蔬菜，推薦給你們哦。就差開餐啦。
我原來想這個花肯定是假的，就拿手去摸了摸，結果發現竟然是真的。哦，天哪！失敬失敬。先上餐前小食，這個是小魚乾，這個是花生米，後面還有是辣椒圈。這個小魚乾一開始吃進來就是非常明顯的、很濃重的鮮辣的味道，但是這個辣椒圈一開始吃進來是有一點很沉悶的，甚至可能有點不太辣的味道，吃到後面辣勁上來了，有一種像是剁椒或者是像火里烤過的那種辣椒的味道。上前菜啦！今天的前菜是青蔥沙薑豬手、时令蔬菜色拉和潮州滷水鵝肝。青蔥沙薑豬手，把青蔥和沙薑都切成了很小很小的粒，然後把這些小粒切在那個豬手的塊上面。它這邊這個一小塊的豬手應該就是把豬手切下來之後壓縮過的。豬手在廣東話裡面諧音是就手，寓意發財就手，事業順利，財源廣進。那也祝願看到這個視頻的你事業順利，財源廣進。這個沙拉我差點要一筆帶過了，然後剛剛服務員跟我說沙拉是油醋汁調拌的，這個油醋汁是他們餐廳自己調的。这個油醋汁真的是很特殊的味道，有點像是那種清柚的清香在裡面，就很清爽，確實是這個沙拉的亮點。滷水鵝肝是潮汕滷水的代表作，滷味沒有特別重，反而會感覺鵝肝它自己的本味會保留在這個菜裡面，但是一點都不腥，吃下去之後會有一點滷水味會回過來，很有特點。天哪，要是這個視頻可以傳達味道就好了。現在上來了乳鴿，好香好香，外表是很漂亮的琥珀色。哇塞，這個聲音真的是很酥脆的表皮，因為這個乳鴿在制作的過程當中還要經歷一道油炸的程序嘛，還要風乾，還要掛皮水，整個表皮就特別酥脆，裡面的肉質呢又鮮嫩多汁，真的不得不感慨一下，這個乳鴿實在是太香了。你把它咬開來的時候，會有一股汁水爆出來。濕甘藍、羊肚菌燉老鴨湯。這個湯裡面有很濃重的菌菇的味道，鴨肉已經被燉得很軟了，單吃這個羊肚菌反而蘑菇的味道沒有那麼重。這個湯呢也是一道傳統的滋補品，濕甘藍是清熱的，羊肚菌增香，老鴨它湯底會很醇厚，營養也很豐富。我一開始還好奇它濕甘藍到底在哪裡，找到啦！突發奇想，這個濕甘藍它可以吃嗎？不好吃，就沒有任何味道。他們這個什錦好保護環境哦，很迷你。上菜啦！普寧豆醬煮乳龍蝦。嗨，我是 Daisy。如果你也喜歡這個視頻，歡迎點讚訂閱哦，這是對我最大的鼓勵，謝謝。普寧豆醬應該也是潮汕的特色，它這個龍蝦是 Q 彈的，味道上很鮮甜。我一開始吃我沒吃到豆醬的味道，後來我蘸了一點湯，嘗出來裡面是有豆醬的味道的。可能是這道菜整體走的是潮汕的風味，口味還是比較清淡的。它這個龍蝦可能個頭比較小，所以叫乳龍蝦，沒有那種很大的龍蝦的那種肉很老的感覺。我很喜歡他們在餐前準備的葡萄乾，來自我國新疆，它有3種甜度都是不一樣的，就很不錯。雞汁節瓜煮無筍魚。無筍魚呢，其實就是馬友魚，它的肉質很細嫩，可以在魚皮的那一端吃到非常濃郁的油脂的香味，很滿足，但是一點都不腥。節瓜我感覺吃起來的口感跟冬瓜有點像，很清爽，所以整個口感平衡的特別好。超市家燒雪花牛肉。我一開始還不明白，特別去網上搜了一下什麼是潮式家燒，這個就大概是潮汕家常菜的做法，就強調少油少鹽，突出食物它本身的鮮味。它這個雪花牛肉真的是做得非常好，牛肉燉的是軟爛的，入口即化的那一種。
我吃起來它還有牛筋的味道。菜裡面還有蘿蔔嘛，所以整道菜裡面，包括是湯裡面，你都能吃到蘿蔔的味道。牛肉加上萝卜，又有肉的鲜味，又有萝卜的清爽，還是紅燒的，非常好吃。和我之前吃过的，比如說陈荣兴蟹王府，還有喜悅8號相比的話，這家店環境會更好一點，因為它在思南公館這邊，所以整個環境非常安靜。我之前預約的時候說想要一個安靜點的位子，然後我這個位子我感覺很適合拍視頻。我在這邊自言自語說話，周圍沒有人看着我，所以我就不緊張。這是我餐桌旁邊的環境，因為今天是陰天，如果是晴天，打開這個門，陽光灑下來，外面又是樹，感覺一定會很舒服。但是現在這個環境也很清幽。這個上湯季節時令時蔬呢，體現了潮汕菜不時的特點。潮汕菜它講究食物要和當下的時令相結合，所以這道菜裡面都是比較新鮮的時令的菜。然後上湯呢，又是用老鴨、火腿這些食材燉制而成的，蔬菜是比較清新的一種口感，上湯又很鮮美。因為我本身有點偏肉食動物，但這道菜就兩者結合起來，是我喜歡吃的蔬菜。潮汕粿條煮海味，我一開始不知道這個是什麼，剛剛吃下來有點像是用蝦做成的丸子，但是它表皮我感覺是油炸過的，會更加酥一點。我拿牛肉蘸了一下醬，就是那種辣辣的，我個人還是更加喜歡沒有蘸過醬的原味的粿條。這個應該是用魚肉做成的，這個粿條也可以算是潮汕特色嘛，因為是用大米製成的，整個口感都很爽滑，再加上一些海鮮。剛剛我問了一下服務員，那個是叫蝦棗和魚餅，還放了牛肉，整個鮮味都被逼出來了，就放在一起吃很爽口。陳皮紅豆沙登場。這有點像兇殺案現場，是怎麼回事？就非常濃郁的紅豆的味道，你可以聞到有陳皮的香味，陳皮它有一點點苦味和酸味也混合在這裡，就整個湯的味道調製得非常平衡。可能是我剛剛在拍視頻被服務員看到了，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原因，他們送了我一份雙皮奶，我感覺這是最好看的一道菜，來給你們展示一下，我超喜歡的，超好看。是不是超讚？晴天霹靂！服務員說可以直接拿這個去蘸或者是攪拌雙皮奶，但是它好像稍微有一點點脆弱，而且我也不捨得就直接丟下去攪，先咬一口吃吃看。好吃到想跳舞。你能看到它上面有一些奶酪或者是雙皮奶的那種餡料，還有那些小塊的抹茶的蛋糕，還有樹莓，真的是長在我心巴上的一道菜。它這邊所有的奶製品都是有點涼涼的，餅乾是那種稍微有一點點軟的餅乾，不是那種硬邦邦的，就一口咬下去很棒。這個點品完勝陳皮紅豆沙。你能看到這個芒果和樹莓是從餅乾上掉下來的，還有剛剛掉下來的餅乾碎。上面是莓果醬，它是那種膠狀的，有點果凍的質感，下面是綿軟的，有一點點酸味的奶酪。嗨，我已經吃完飯出來啦。這一整頓飯我買了券之後是381塊錢一個單人餐，但是它不包括最後送我的雙皮奶。個人覺得它是值這個價格的。今天這一家是專門做潮汕菜的米其林餐廳，套餐裡面有幾道菜是超出我的預期的，比如說那個乳鴿，平時我們也會吃乳鴿，但是它這個做的真的是令我非常詫異。雪花牛肉非常入味，整道菜吃下來，我覺得我的幸福感是有提升的。推薦給你們。